老张今儿咋不说话呀？这台机器不用说话，没有竞争对手，配置高到都看不着别人了。型号明凡 MS02 Ultra， 然后密密麻麻的配置我就先不给大家说了，咱们今天先拆机，不是，今天先拆箱再拆机，带你看一看，这是老张2025年最期待的迷你小主机，还有1个多月呢。这话就放在这儿，没有电源适配器，你知道内置了，哈哈，一堆的小配件，说明书扔，明显比咱们之前玩的迷你小主机大了一丢丢。我们来依次给大家介绍 MS02 Ultra、MS-S1 Max、MS-01，这台是我的主力电脑，这台是我们公司的 AI 主力电脑 ，AI Max 加395就够强了，但是它还只能叫做 Max， 这台机器叫做 Ultra， 也就是说这个才是终极大杀器。它的配置表，老张先发在屏幕上，大家可以自己暂停观看。但是相信你们都看不下去，那咱们还是直接给大家讲起啊。先来说接口，它的整个的体积是 4.8 升。很多人会说，那你怎么不自己配一个 ITX 的主机？第一，这是一台我来定制的 ITX 的小主机，然后你会发现它高出一截，因为它要所有的配件都标准化，所以压缩体积的空间就变得非常的小。这个就是几乎最小的 ITX 的机箱了，独立显卡的。其次是谁说 ITX 的主机升级能力就强 ？S2 Ultra 的升级能力秒杀这台机器。接口它也异常的强大 ，USB 10Gbps A 口，2个 USB 4V2 雷电5，同时内建了一组 DP 1.4 4K 120赫兹，这个很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台英特尔处理器雷电5的迷你小主机，3个10Gbps 的 Type A， 你看一个10G 的电口，一个 2.5G 的电口，一个 HDMI 2.1， 一个 USB 4雷电4的 C 口，又内置一组 DP 1.4 4连屏，这是啥？网卡接口吗？25G 乘以2的 SFP 加 2.5 万兆手拧螺丝，明凡著名的托盘式设计，你只要一拉，整个机箱就出来了。这跟 ITX 有1毛钱关系吗？是不是就是一个迷你的工作站服务器的样子？定制的350瓦电源，双 25G 网卡是由一块 PCIe 的扩展插槽扩展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 25G 网卡，你可以把它拆出来换成其他的 PCIe 设备。中间的整个部分是 CPU 的贯穿式风道，6热管散热器，相变硅脂。关键在这儿，这么小的一台机器，你看 PCIe 5.0乘以16，满血 PCIe 插槽，到这儿就非常的离谱了，对不对？这儿竟然还有一条 PCIe 4.0乘以4，它的玩法也特别有意思。你如果想使用一个5060 LP 这种双槽的游戏卡，它会把上面这个 PCIe 4.0乘4给它盖住。但是如果你不是用来玩游戏，你安装的更多的是类似于特斯拉 P4 这样的单槽 LP， 这时候你的 PCIe 4.0乘4你想干啥呢？你比如说4口的万兆电口一塞搞定，或者你觉得还是不够，那你可以插一个 SFF8087 的 SAS 扩展卡，接一个外接的硬盘柜，也可以。100G 网卡既兼顾到迷你工作站用户需要的条数要多，又兼顾到游戏用户需要插双槽刀卡，你以为就这对吗？极客玩家们要的 PCIe 拆分支持，这台机器最多可以支持 256G 的 DDR4， 4条内存插槽。你见过 ITX 的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的吗？2条 32G DDR5 5600，然后是 64G， 另外2条4条 48G 内存，你也可以选择4条 DDR5 ECC 的内存，爽！这是 WiFi 7的 BE200 WiFi 模块，预制的 NVMe 插在了 NVMe 2插槽上，然后这个插槽同时还支持 SATA 协议和 NVMe 协议，还留了一个 NVMe 插槽，然后这条是满血 PCIe 5.0乘4，就2条 NVMe 吗？这机器应该有4个 NVMe 插槽啊，这精致程度它也没有地方可以藏了呀！我操，不会在这个里头吧？另外2条 NVMe 看到没有？咱不得测一下它的 25G 网卡吗？行了行了，别测了。要不要测了？开机！我靠，噪音这么小吗？196G 的内存，默认 PL1 100瓦持续释放，默认 PL2 140瓦，PCIe 拆分 PCIe 16。
8×8×8×4×4，内存频率可以手动超频。你看这个网络适配器里有多少设备 ？i226LM， 英特尔的226LM 是支持 V Pro 的，所以这是一台支持远程管理的迷你工作站。25G 光口，320兆赫的 WiFi 7无线网卡。Realtek 的8127 10GB 的电口全了吧 ？Ultra 9 285HX TDP 55瓦，8P 16E 24线程，最高频率显示不准，5.5G 赫兹。最新版本的英特尔显卡驱动可以手动调节显存的大小，你可以最大分享97%的内存作为显存，所以你可以完整的塞进一个千问三235B 的大模型文件。鲁大师走起，186万，最关键的是 CPU 单挑123万，这还没有打开 PL2 功耗墙 Cinebench R3 34459分，5060LP 状态，你看。完整的风扇散热孔，带出门，你走路都是什么造型？我给你学一下啊。直接220万 ，GPU 52万，哎，它还有3个雷电接口，那咱岂不是能最多接4块显卡吗？这儿还能再接一个，最多能接5块显卡。如果再凑合一下的话，这个改成单槽的，那还能再插一块，6块显卡，1块。牛皮不牛皮？但是你这需要你有点水平，这一般人玩不了啊！一般人不要抄这个作业啊！飞牛启动，飞牛其实都配不上它了。处理器24核没问题，4条 192G 内存，我现在略微超了个频啊，5600没问题。英特尔15代的核显识别没问题 ，2.5G i226V 识别正常，双 25G。光口没问题，但是8127的万兆网卡竟然没有驱动啊，需要自己单独打个驱动。飞牛相册显卡核显调用成功 ，PVE9 相同的情况啊 ，Realtek 的8127万兆网卡没有被识别。我们来看一下硬件可以直通的情况，这块15代的差异核显支持 SIOV 虚拟显卡功能，雷电4接口可以直通，英特尔的810 25G 网卡可以直通，每一块 NVMe 都可以直通，英特尔的雷电5接口也可以直通 ，Realtek 的8127也可以直通 ，WiFi 7网卡也可以直通。i226LM 网卡也可以直通，就全直通了呗。PVE 空机待机功耗29瓦。